在日本京都，有家叫鸭川食堂的小餐馆，他没挂招牌，只用一句“找回记忆里的美味”来吸引食客，吸引了无数传奇人物慕名而来，探求真相。鸭川老爹操刀做菜，女儿鸭川恋辅助宾客追忆往昔，光临本店的食客不可自选菜品，全由店主独自操刀。今日前来的佳丽胃口较小，掌柜特备了精致迷你卡11香，拿牡蛎做的鞍马会，撒上山椒粉，烹制而成，豆腐烤得沾满酱，冬菜添味，嚼劲十足。竹笋和炖蕨菜，吃起来清新。多春鱼直接煮烤，配上芥末鸡腿，是咱今天的招牌菜。最后上酸醋鲭鱼片千层卷。近日有点冷，爸爸也真细心，准备的隔山药膏真暖和。美味的菜肴让人女士不再拘谨，泡点茶饭来吃，一扫而空，吃喝的好满足。女士和小恋一起穿廊道，来到楼的鸭川侦探社，见女士甜的年龄，小恋真吃惊，面前这位女士居然50岁了。她今儿想找的美味竟是炸猪排，不同于旁人，她想给前夫找回往昔。去年夏日离婚22年后，俩人重逢在医院，前夫依旧健壮，瘦了好多。虽然已经分开很久了，可心里始终觉得彼此之间还是有些相连。前夫好些时老爱夸他的猪排店，连做梦都念叨着5毫米3毫米。她原是富家女儿，24岁成了前夫的妻子。先生是个出名的河豚料理高手，开了家叫河豚转的小店，生意火到不行。俩人甜蜜相伴3年，哪料到野子表哥硬是把捉来的河豚拿店里来。那时候老公不在，表哥就逼着老公的学徒做河豚菜，请了几位好友痛快吃一顿，结果众人全都中毒，表哥一命呜呼，老公自责不已，那晚就闭店了，还说要离婚。爷子怎么说都没用，老公意已决，他觉得失业了，将来会怎样生活一筹莫展，不想让爷子经历清贫，这个远离尘世纷扰的千金大小姐经历拮据的日子。离异后，前夫在京都开了个叫猪排船的店，两人自此陌路。爷子每次过生日，前夫总是在他们曾度蜜月的京都旅店邮来个玩具，这一幕延续了22年。但去年老公忽然音讯全无，爷子很着急，赶去京都的酒店找人，结果才知道老公重病，医生告诉他的健康状况撑不过3个月了，所以只想趁文夫还在世试试他煎的猪扒味道如何。老头子瞧着照片吃惊说，这人挺眼熟，就在咱附近开店的，个头壮实，总爱默默无闻炸猪扒的。时间不多了，老头子马上出发搜集情报。他想出新招，去河豚市场问出了当初文师傅徒弟的住所。小恋也不闲着，跑前夫的面包店一探究竟，搞明白了老公提的5毫米跟3毫米的来源。2周后，爷子按计划赴鸭川食堂会面。爸爸跟爷子讲，丈夫开的这个叫做猪排船的店完全是为了爷子。他们婚后，老公常常做好吃的带回家给爷子，但不论带回啥，爷子都只是静静的吃，从不多言。只有带回的那份猪排，爷子超级喜欢，这是爸爸向小学徒偷学的。从那以后，为了不爱油腻的爷子，老公细心研发了清淡的猪排方子。他还针对爷子的家乡口味调制了3种酱料，把猪排切成6份，各种口味的调料，每种各搭2块猪扒试味，一点不腻，真香。品着那条味汁，爷子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了做成醋的食材，正好是他家乡的酸橙，辣酱里也添了橙香胡椒，甜酱用的同样是爷子爱的橙果酱。我们家炸猪排一直都用山口县自家产的橙子，这就是我老公炸出来的味道，特别讨人喜欢。然后呢，我爸爸把爷子叫进厨房，他做的猪排为了不油，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面包糠得用3毫米特制的，炸出来才又香又不腻，只差那么一点点，透出老公浓浓的挂念，想让夫妇俩尝到最新鲜的食物。老头子特地准备了半成品和食谱，交给媳妇带回去，亲自给老公做出这份充满爱的炸猪排。爷子泪眼婆娑，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现在他准备去医院接老公，回去他们曾蜜月的酒店，一起享受最后的甜蜜时光。等爷子离开后，
老头子眉头一皱，对女儿说：“去了天国，就吃不到炸猪排了。”在医院那张照片里，窗子外都是红叶，肯定是去年11月拍的。爷子来这儿时，她老公已经去世，院长也证实了，丈夫2月份就走了。爷子是好心的说谎，她只想让夫妇俩共享那份快乐，有自己独特的风味。接着大家一起高兴地夸：“好吃极了！”想念丈夫的份上，子也试了好几回做猪排，手臂也被邮件伤了不少。女邻居打趣地说：“不久的将来，或许会有新的猪排店诞生哦。”记住这点，女人一旦坠入爱河，执着的事物，不论何种困难，都敢于冲破障碍，哪怕世界两端隔着千山万水，两人情深似海，从不会割舍。有时候，爱不非得朝夕相处，思念对方，心中牵挂，忘不了，便是爱的别样风景。放学后，男孩回家，看见继母在厨房搁着2口一样的锅，一个锅里没肉，但另一个肉堆满满。那满是肉的锅，全是继母和姐姐的，他每次只能凑合那点可怜的肉渣，因为他不是亲生的。男孩总被疏远，每顿饭都遭受不平等。一蒙面的酒宴怒气冲天，发誓要自己有成就之日，一定要给继母颜色看。高中一毕业，小伙子独自一人跑东京打拼，15年飞逝，酒宴的企业挂牌上市，摇身一变成大老板，住进豪宅，让继母跟姐姐待在那旧破家里。这么些年轻轻松松过去，酒宴尝尽美食佳肴，最怀念的还是妈妈炖的那碗豆子猪肉。可惜妈妈早已离世，这个心愿始终未能实现。他得知在京都有家叫鸭川食堂的小餐馆，擅长为食客重现他们记忆里的美味。掌柜的是名为鸭川流的人，煮饭的职责女儿鸭川恋，帮客人找回记忆。来的客人不能自选菜单，全由店主老头决定。现在是春天，老头儿端上赏花便饭，用野菜做的天妇罗，刺身是时令的樱花雕，还有烤鱼配酱料。女主角亲手炖的什锦菜，还有慢火熬了1夜的晋江牛。这份用心准备的便饭，让酒宴肯定自己选对了地方。店铺的2层是鸭川美食侦探社，很多传奇人物都特地来追寻那记忆里的滋味。酒宴跟小恋说，他心目中的灵魂美味是儿时妈妈做的红烧肉，遗憾的是，这味道现在再也找不到了。酒宴自幼生长在农村，他们家是全村最有钱的。妈妈在他5岁那年去世，岁月流逝，爸爸跟照顾妈妈的保姆结婚了，我们家增加了个后妈，还突然多了个大7岁的姐。酒宴刚小学毕业那年春，爸爸就去世了。他一直到高中结束，都跟后妈和姐姐一起住，即便都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酒宴还是能感觉出来，自己就是个和这家没关系的人。他日子不好过，记得模糊。妈煮的石豆焖肉跟普通焖肉不同，有点红，每吃这个，脑海会现出崇山峻岭，但只凭这点信息，想复制妈的石豆焖肉味，实在太难了。酒宴本来放弃了追寻妈妈的菜味，但他瞧见鸭川食堂那广告找回记忆中的味道，心里忍不住想尝尝。毕竟那姑娘的老爸没开小店之前是名闻赫赫的侦探啊。到了晚上，老爸答应了这活儿，虽然那套成功男士追求心灵美食的桥段稍有老套，但光为了酒宴努力追忆母亲的这颗心也得伸出援手。正是第2天清晨，父亲登船前往去酒宴故乡找答案，途中他热心地分享便当给共船的老者，想不到这小动作换来了意外的回报。在老人的悉心指导下，父亲掌握了当地的石豆炖肉做法，可惜他找了一整天，却没能找到酒宴提过的连绵山丘和泛着红光的炖肉。他依照地址找到了继母的家，准备去见见这位有偏心的妈。2周一晃就过，约定的日子，酒宴到了鸭川食堂，他们父女俩热情奉上，精心做的士豆炖肉。父亲自豪地说，这就是你妈那味的士豆炖肉。酒宴表情挺复杂，那碗米饭、咸菜、味增汤都切是老熟悉，没料到老头子竟能把吃的老规矩不到半个月扎得这么清楚。他夹了块炖肉尝了尝，细细品尝，接着喝起蛋花味噌汤，像小时候那样把甜心蛋弄碎，一口口细品。酒宴心里百感交集，吃完后不
不太高兴地问爸爸：“这土豆肉怎么跟继母杏子做的一毛一样？可能弄错了吧？我想念的是妈妈的味道。”讲完就要走，爸爸一下子拦住九燕：“既然记得这猪肉炖豆味道是后妈的，为啥不安心坐下，听我好好讲讲这猪肉炖豆背后的故事？”说着，老爸叫女儿拿来杏子继母的相片。前2周，爸爸找到了后妈。姐姐结婚以后，他一个人待在家里。老头子向他提起酒宴，找寻亲妈的味道这事儿，后妈不置可否，默默递给爸一本笔记本。酒宴小的时候挑食，亲妈特意记下了他爱吃的菜谱。酒宴爱吃啥，不爱吃啥，怎样防止他偏食，亲妈都认真记下。酒宴5岁那会儿，亲妈病得厉害，觉得自己时日无多，照顾不了儿子了，就把笔记本给了杏子，也就是酒宴的后妈。酒宴拜托你了。翻开妈妈笔记本，满满的都是熟悉的相片，加上妈妈的手写，酒宴眼眶里泛着泪光。女儿跟酒宴说，第5页有炖肉的做法，这罐头是牛肉的，大河的读音跟山很像，因此酒宴的断断续续的记忆里，才想起那绵延的山丘。妈妈做的肉略带红色，是因为小酒宴不太爱吃胡萝卜，她把胡萝卜切碎了，后来继妈在照顾她，酒宴已经习惯了胡萝卜，杏子就切小块给她做。2位妈妈做的红烧肉颜色不一样的原因，正因如此，酒宴尝了下，确实是妈妈的味，一模一样。老爸还透露，当时炖肉用的2口锅，一口加了肉，另一个为何空着，后妈是想等酒宴归来才加大和牛肉罐头，炖太长时间就会粘底。后妈没偏心，只是忠实执行亲妈的遗愿。这2套石豆炖肉食谱是他俩一起传下的，现在你有成就了，后妈最替你开心。你也一直每月寄钱回家帮忙家计。继母很感动，酒宴不好意思地说，他寄钱回来是希望确保继母和姐姐能一直住在那个旧屋子里，其实用他的收入给继母搬个更好的房子轻轻松松。虽然自从高中毕业后，酒宴就没回过家，但继母还是每天都会打理酒宴的房间，整整齐齐地打扫了一番，所有东西都完好如初。这道菜谱上，后妈贴心加了许多自己的料，比如今天的咸菜和溏心蛋味增汤，就是后妈临时加的。她说，你慢慢大了，口味也跟着变了。酒宴终于弄明白了那些年的误解，她泪流满面。在她准备离开时，老头儿交给酒宴，杏子太太想要酒宴收下这本笔记本，算是完成了她多年的夙愿。有的食物唤起终身的思念，而有的则承载一生的忌讳与痛楚。每一口饭粥背后都藏着偏爱与抉择，里面的故事和曲折毫无保留，那独特风味是最深的念想。京都本源寺附近有家叫鸭川食堂的小店，它没有店招，只用1行话追忆心中的味道，吸引了无数怀旧之人。找答案：鸭川刘老头操刀做菜，女儿鸭川恋助客寻艺，来宾不选菜，全听老爸铺排。今日来了个70的老太婆，老头精心做了怀旧美食，烤酱银鱼、海带和鲷鱼拌成刺身，血豆腐做成8寸盘，加上泡酒的溏心蛋、野鸭的嫩里脊，再来些甜味大虾，拌几卷烟熏鱼，味道鲜美清爽。配菜是蒸的芹菜碎米饭，还有碗雪蟹山药汤，老人家吃还清淡美味。今天奶奶想找回的那份家传好味道，是55年前品尝过的红烧牛肉。她年轻时在横滨女大深造古文，特别钟爱《方丈记》这本书，每天看到根本停不下来。这本书还让奶奶跟也喜欢这书的师兄谈上了恋爱，那时候连高铁都没有呢，走了老长一段路，俩人来到个炖牛肉铺子。初次约会，学长竟然跪地求婚，请求奶奶嫁给他。奶奶震惊的说不出话，差点气都停了。那炖牛肉才尝了点就惊慌失措逃了。逃回家后，妈发现他神色异样，爸妈逼问下，奶奶吐露了真相。那个时候偷偷和人约会是绝对不行的，父母坚决反对，事情就这么完了，和学长此生不再相见。此后的岁月，奶奶是相亲嫁的，生下了孩子，一直生活的平静，直到今天，忆起往昔点点滴滴，奶奶老记挂那次和学长共享的炖牛肉。那要是接受了学长的求婚，他的人生会怎样呢？每当这时候，奶奶笑着说，
他想在有生之年再来一次当年的牛肉炖，这样也能弥补心里的那点小遗憾。但已经过去55年了，那家店也早已不在了。爸爸依着奶奶给的线索，找到了曾经卖牛肉的店主家，可是老板10年前就去世。他的妻子还记得，有个叫子岛的同学，常跑来他店里用餐，有次向女生求婚，直接被拒了，当下挺失落，边说，老婆把那时的照片给老爸瞧，这小伙做啥都挺上心，还曾问过老板怎么炖牛肉，还特意记了笔记，找到那人，问题全搞定。2周后，按时奶奶来鸭川食堂，小练给了张旧照片，55年前和他一起吃牛肉炖的师兄，被爹爹寻到了。奶奶看照片吃惊，那年轻小伙就是初恋。爹爹展开张地图，跟奶奶说，那时小伙子带着奶奶走走，故意挑了鸭神社旁的林子，方丈记得做家事，生于下鸭神社一个神职人员的家庭里的鸭长明。奶奶豁然开朗，她意想不到初恋对这次约会如此认真。紧接着，学长带着奶奶在附近的古田西餐厅用午膳。见面时，学长已定了伦敦留学，出发前还剩1个月，心里急切，便急忙求婚。担心到英国，便在南与奶奶相见。求婚未果后，学长留守伦敦，成了大学教授，还娶了当地人，生了个女儿。这时，老爸让女儿拿来个小瓷碗，里面是55年前的牛肉炖菜，炖牛肉冒着热气，香味扑鼻，但奶奶却没动筷子，急忙追问老头儿，学长此刻何处？老人答，学长5年前回京都了，遗憾的1年前他离世，葬于金光寺。奶奶心疼不已，她缓缓举起勺，尝那往昔炖肉，此刻感慨万千，肉炖的跟55年前味道一样，真的，奶奶好怀念。那时若是吃完这盘牛肉，静静听学长说完，答应他求婚，可能人生就完全不同了。唉，他最后还是顺了父母，相亲、成家、生孩子，生活一直平淡无奇，孩子们长得又健又壮。老伴去年离世了，我也过得挺不错，可每次尝到怀旧的牛肉炖菜，奶奶都忍不住思索，我的人生可会有别的可能？55年啊，好长一段日子，过去的就是过去了。老爸轻声安抚道。学长的闺女住在京都，他专门登门拜访，将奶奶找学长的经过详细告诉了他。闺女提到爸爸以前跟他说过，还把当年爸爸的日记递给他给奶奶，里边既有炖牛肉秘方和与奶奶相会的情形，这次见面怎么安排，在讨论些什么，认真记录了一切，最后写下了这么一行：花已落，路上在。满心感慨的奶奶，这祥字出自方丈记里他最爱的那一句。看来学长对自己始终念念不忘，只是命运没让这段情走到最后，头一次见面变成了最后一面。老奶奶一直牵挂的不是那味道，而是对年少时错失的感叹，追忆那味道，也是在追寻那份未得手的情感。人生转瞬即逝，愿观众朋友们别让自己的生活留有遗憾。女孩小时候挺不好看，身高突出，经常遭同伴取笑，大傻瓜，高个子，天生显眼，而且妈妈还喜欢给她穿红衣，在同学中特别显眼。从此之后，她特别厌恶红色衣服。单亲妈妈每次见女儿哭着受欺负，都鼓励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，都要昂首挺胸，勇敢向前。10年后，女孩变身成了高挑美女，成为著名模特。丰田家大少爷向她求婚了，简直就是一跃成凤凰。但小初没答应男友的求婚，心里想的是一直有个心事解不开。听说在京都有家叫鸭川食堂的小餐馆，专帮顾客找回过去的味道，店主名鸭川流，负责做菜，女儿鸭川恋，帮客人找回记忆。客人不能自选菜单，全听他爸爸的安排，爸爸说了算。今天来的顾客真是个美女，特地准备了美女专享套餐，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松花堂盒饭。左上角那个是鲜美的青花鱼寿司，太新鲜了，搭本地生蚝做的干露煮，还有醋拌的蟹腿肉，真是味道独特。右上角那个是干的鳕鱼和富田磷虾搞的拼盘。京都这边这菜叫做玉棒，然后是海带腌的干鲷鱼，米饭用鳖汤煨的，是心思做给美女的菜。爸爸格外认真，小初轻搜一筷子鱼肉放进嘴里，真是惊为天人。只要美女喜欢就行，
小初今儿找的那味儿，是小时候妈妈的炒饭。她来自一个地方叫八幡滨这海边小镇。她才5岁那年，父亲被冤枉，牵扯进假账事件，被关了起来。现在音信全无，是母亲独自努力赚钱，将小初养育成人。每天一大早，母亲都4点钟准时起床，出门打短工钱，给小初做美味的饭菜，无论多苦多累，从不抱怨。周5夜班时，妈妈总是事先给小初弄好一大盘炒饭。10岁那年，妈妈劳累过度离世了，之后呢，她就被京都的叔叔婶婶收养了。现在小初已经是个超级明星了。妈妈做星期5的炒饭了。说完这个感人故事，妈妈的炒饭有股酸味，像是鱼的味道，饭都变粉红了，好特别。小初上周过生日，富二代男朋友跟她求婚了。小初不太敢答应，毕竟她是大公司未来老板，嫁给一个爸爸有案底的女孩，对小初来说感觉是天方夜谭。她就跟男友说要时间想想，男友挺体谅的。她好想品尝小初亲手烹的饭菜，好拿出订婚的一提。小初琢磨再三，打算弄那道妈传的炒饭，如果做的美味极了，男友也好此一菜，那就是冥冥中的缘分。小初便能安心的向男友坦白家里的情况。就凭小初那点模糊的记忆，要复刻妈妈的星期5炒饭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爸爸决定亲自去小初的故乡转转，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2个星期后，小初按时出现在鸭川食堂，故意穿上了妈妈钟爱的红色外套。虽说小时候不怎么喜欢红色，但现在一穿上红衣服，感觉妈妈就在旁边。老爸端上来的小时候的星期5炒饭，那颜色和滋味太熟悉了。小初迫不及待大口尝起来，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，仿佛妈妈就在眼前，正在给自己做满是爱的炒饭。在回忆中，小初把盘子里的炒饭一扫而光，他惊奇地问他爸，怎么找回妈妈10几年前那个炒饭的做法。爸告诉他，他前几天回了他们小时候住过的八幡滨，找到了妈妈以前的工作地点，那是全日本第一个生产鱼肉香肠的厂子。边说边让小练拿了点本地特有的鱼香肠，那炒饭里头就放的是这种粉嫩嫩的鱼香肠，还有这个鱼膏碎，也是这儿的土特产，像鱼干似的，把鱼膏揉成细碎，因为它是干货，所以保存时间长，有点酸味儿。它释放的气息，再加一味关键的调料，即梅子昆布茶，把这个和饭一起煮，饭就会染成粉红。老头子猜，你妈让你穿红衣，可能是希望你无惧旁人目光，勇敢做自己。小初，记得抬头挺胸，大胆走你的路。所以这份粉色炒饭也是妈妈的心思，她也想天天给你做新鲜饭，多陪伴你，好好照料。但为了家里经济，得不停工作加班。每到周5晚上，妈妈就会想办法做这个既营养又充满爱的炒饭，表达她深深的爱意啊。懂得真相的小初幸福的哭了。那些好吃的不只让我们得到心灵的快乐，还能解开心里的结。平凡的食物却唤起了味蕾的记忆，笑声和泪水给予的不只是难以名状的暖意，我们更能体会到食物独有的那份聚集回忆的魔力。这套超可爱的便当里竟然装了12样菜呢，12小份，太萌了。把明食的鲷鱼细细切丝，配上嫩嫩的树芽，吃起来脆脆的。褐帽茄子酱烤后弄成小口大小，五鹤的咸鸟格，还有腌小鱼甜醋泡的，生鱼片来1份，松茸炸1个，海鳗直接平烧，万元寺的辣椒天妇罗，鲍鱼是未增腌再烤的，配鱼素面，土鸡煮鞍马，每样都是一口大小，很适合胃口不大的妹子。听老板一介绍，女孩顿时紧张起来，她还是学生呢，看那菜品感觉挺贵的，她吃不消啊。小练忙不迭地劝，尽管尝，别担心，这都是给找回回忆的客人，不要钱的。女孩轻轻地试了一点，超好吃。每当感动涌上心头，女孩就忍不住喊出祖父爱用的词儿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爸爸看女儿吃的那么香，赶紧端上今天的主菜，黑椒烤鳗饭，麻椒粒儿撒在米上，搭配那烤鳗，真让人馋死了。女孩边吃边哭，泪水止不住。明日香，只因太好吃了，得抱歉。她名美月明日香，就读远州大学3年级，21岁，青春正盛，
今天他为了找环儿时的味道，还记得当他5岁时和爷爷共享的意面，带着番茄酱，搭着维也纳肠，就是家常意面。他是爷爷养大的，跟爷爷感情深厚。但3年前，家的存款本、图章、合照，这些珍贵的物品陆续的消失了。79岁的老爷子得了痴呆，弄得家里乱七八糟，只好搬到养老院住。即便明日香探望他，老人也不记得了。孙女给他送来爱吃的寿司，但老人却一不小心弄翻了饭盒，哭着喊着思念孙女，盼孙女来探望。明日香舍不得爷爷，孤单一人待养老院，赶回家跟妈咨询，想接爷爷回家同住。可是父母开洗衣铺，忙得团团转，没人照料爷爷，没辙呀。女孩只得在鸭川食堂寻求帮忙。她想找回当年和爷爷游玩时共同品尝的那道意面，希望这能唤起爷爷失落的记忆。问题是，那时他只有5岁，记忆模糊，只隐约记得爷孙俩住的白色旅店，海边闪烁的炫目灯火，以及一头白鲸对他露出微笑。女孩入睡后醒来一瞧，发现餐厅门边放着个巨大毛绒鸡，高达一个成年人。接着他们俩吃上意面，热得不行，嘴都快被烤坏了。尽管面是西红柿口味的，颜色竟是黄色的。说到这儿，女孩站起来道了歉。她只能记起这些，那时候太小了，不清楚哪些记忆是真，哪些是梦境。小恋一边安慰着女孩，一边保证肯定会帮她找回那个餐厅，用小时候的睡意想起爷爷的笑脸。我们俩定了，2周后鸭川餐厅见。回家后，老爸看着那些断断续续的线索，陷入了困惑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小恋挺身而出，这回调查就交给我了。听了明日香的说法，小恋在地图上画好范围，算了一下，竟然达50平方公里。这片区域2星期真的搜不完。这时候，小恋忽然想起那只白鲸，他灵机一动，阿明说的鲸鱼可能是那只如艮。小恋急忙开车往名古屋赶，听说如艮常来这儿，海边真的有间白色旅社，跟阿明给的线索挺符合。小恋打开房间窗户，看见海那边灯火通明，他快步过去一瞧，果然是阿明提起的灯光，光照菊花。等夜幕降临，花浓的房子会亮起，即便是深夜，菊花依然绽放。农人采用这法子来控制花期。次晨，小恋乘船去了附近的水族馆，他猜得挺准，女孩看见的那只白鲸其实就是如良。2个礼拜一晃而过，明日香守约回到鸭川食堂，小恋找到了女孩说的西餐馆，还带了个小鸡玩偶回来，是在那家店里拿的，上头还有店名呢。小恋把这个玩偶给了女孩，说不准拿它能换回爷爷的记忆。爸爸端上来了明日香找的灵魂好吃的铁板意面，小姑娘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对，就是5岁那会儿和爷爷共享的那碗意大利面。她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哎呀，好烫，真香，这味道太亲切了，回忆一下子涌上来。第2天早上，孙女将爷爷接回家里，递上那熟悉的意面，爷爷狼吞虎咽，熟练地将煎蛋裹进意面里。他忽然站起身，哼起平时唱给孙女的童谣，想去瞧瞧那未曾踏足的大海，渴望远行。一碗平淡无奇的番茄意面，唤醒了患失智症的爷爷遗失的往事。食物就是这么神奇，让我们时而亲近，时而疏远。对家，对童年，对故土，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份刻骨铭心。他把对朋友、伴侣、家人默默的惦记都融入了老酒一壶、蛋糕一口、腊肉一块的简单味道里。这看似平常的美味，让我们慢慢成熟。你在屏幕那头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道难以释怀的佳肴呢？勾起彩色的旧时光，